不打坐不出家，凭什么说在修行？评论区经常有人问我，你是不是在修行？说实话，在做这个频道之前，我从来没想过我做的这些事叫不叫修行。我一直以来只是在追问几个问题：人类意识是怎么产生的？它是怎么运作的？怎么提高认知？怎么用第一性原理帮我活好这一辈子？这些问题里面没有一个指向来世。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立杰。今天这期想跟大家认真聊一个问题：修心和修行到底是什么关系？修今生还是修来世？这两个问题背后其实藏着一个更大的问题：什么才是修行的真正起点？先交代一下我自己的状态，我没有皈依，没有拜师，没有打坐，不追求成佛，也不追求什么功德圆满。我的所有追求，所有执念，对，你没听错，我用了执念这个词，都还在今生今世。我追求觉醒，追求自我的观察，追求把这一辈子过好。所以按照传统的标准来看，我大概算不上一个修行者。而且我要很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修来世。很多人修行的底层动力是来世，积累功德，种下善因，期待来世有一个更好的起点。我完全不否定这种动机，但这不是驱动我的东西。驱动我的是一个非常朴素的愿望，搞清楚这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尽量活得明白一点。如果来世存在，我相信一个活明白了的今生自然会带来一个好的来世。如果来世不存在，那更没理由浪费今生。无论哪种情况，修好当下这一刻都是最优解。所以今天这期讨论，我们完全站在红尘里面，不是从出家的角度，不是从皈依的角度。我想做的事情是从认知科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一下修行这件事到底在干什么。我们先拆两个词，修心和修行。修心是对内的，它是你跟自己的关系，你的内心独白，你的思维方式，你对一件事情的第一反应，这些东西大多数时候没有被表现出来，别人看不到。你在心里骂了一个人100遍，但脸上一直在微笑。这就是修心还没到位，但修行的皮已经穿上了。修行是对外的，它是你对他人的言行，你每天做什么事，怎么做，你面对刺激时的真实反应。一个人遇到不公平的事情，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愤怒，而是好奇。这件事为什么让我不舒服？不舒服的那个我是谁？当你能这样问自己的时候，修心的结果就已经自然溢出到了修行。所以我认为修行的前提是修心，这就是王阳明说的知行合一，你要先知才能行。但问题是很多人知了也做不到。一个人可以读500本心理学的书，道理全懂，但遇到事情还是暴跳如雷。你是不是在自己身上也看到过这种现象？不过这里我插一句，广义的来讲，心理活动也是行为的一种，所以我们在社会语境中说修行的时候，其实也包括了修心。只是我在今天的视频里，想把修心这个对内用力的部分单独拿出来拆解一下。回到正题，知和行之间到底差了什么？差的就是修心。更准确的说，差的是认知模型的重写。认知模型这个词听起来很学术，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大脑里运行的操作系统。你遇到一件事情，大脑在0点几秒内就会调用一套默认程序来处理它。先贴标签，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件事公平还是不公平，再做归因，他为什么这样做，是不是针对我，然后生成情绪，愤怒、委屈、不屑、恐惧，最后输出行为，反驳、沉默、逃避、发朋友圈。注意，这整个链条几乎是全自动的。你以为自己在做选择，实际上你在执行默认程序。你的行为不是你想好了之后做出的决定，而是你的认知操作系统自动输出的结果。我们之前聊造业的时候说过一个比喻，修行就是用意识本身作为优化器，对你的基座模型进行有方向的微调。普通人的模型是自动更新的，你的每一个无意识反应，每一个条件反射式的情绪，都在自动往系统里写参数。你不知道自己在写，也不知道写了什么，这就是无明。不是不知道世界怎么运转，
而是不知道自己正在自动运行。那修心在做什么？修心就是从自动微调切换到手动微调的那个动作，它不是在改变你的某个具体行为，它是在改变驱动所有行为的那套底层程序。这个切换的起点只有一个动作，觉察。你得先看见那些默认程序在运行，才有可能按下暂停键。就像量子力学中的观察者效应，意识的观察决定了量子的坍缩方向。宏观来讲，对念头的觉察决定了行为的坍缩方向。这个过程改写了你的本地模型参数和你的云端基座模型的个性化参数，用佛学的话术，就是在你的阿赖耶识里种下了新的种子。不过说到认知升级，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个体差异。有些人的操作系统本来就比较先进，他天生共情能力强，情绪稳定，遇事不容易上头。这种人不需要推翻重来，他需要的是持续优化、更新补丁、升级版本。但有些人的操作系统太老旧了，底层逻辑是基于匮乏感、不安全感、受害者叙事建构起来的。每一次遇到压力，系统就崩溃一次，蓝屏一次。对这种人来说，优化不够用，他需要的是一次彻底的重装。每个人的根气不同，起点不同，所以到底是优化还是重构，这没有标准答案，完全因人而异。但无论是哪种情况，修心的底层操作是一样的，觉察你的默认程序，然后决定要不要继续让它自动运行。好，那你可能会问，如果修心是修行的前提，那只修心不就够了吗？干嘛还要修行？因为修心如果不落地到行为上，它只是一种精致的自我安慰。你在脑子里觉得自己已经超越了很多执着，你觉得自己看透了人际关系的本质，你觉得自己不再被外界的评价左右了。很好，但是当你的合伙人背后捅你一刀的时候，当你的孩子完全无视你说的每一句话的时候，当你在网上被人恶意曲解攻击的时候，你那套看透了的认知模型还跑得动吗？会不会瞬间过载，系统直接卡死？红尘就是你的认知系统最诚实的压力测试环境。你在蒲团上坐得再稳，下了蒲团遇事就崩，那你修的是蒲团，不是心。所以我现在越来越倾向于一个判断，修行不一定要出家，不一定要远离红尘，恰恰相反，红尘本身就是最好的道场，而躲进寺庙反而可能离道更远，因为红尘里有取之不尽的刺激来测试你的系统。你的老板、你的伴侣、你的客户、你的父母，他们每天都在给你推送测试用力，你的操作系统到底升级成功了没有？看你的反应就知道了。举个特别小的例子，你开车的时候被人加塞了，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骂一句脏话然后按喇叭，还是心里一闪念，哦，他比我更急，然后就过去了？这一闪念之间的差别，就是你认知系统版本号的差别。这种测试每天发生几十次。微信群里有人说了一句让你不舒服的话，快递小哥把你的包裹扔在门口，孩子考试又没考好，每一次你都在做一道题，而你的答案就是你修行的成绩单。说到这里，我想回应一个最近在评论区反复出现的担忧，修行之后会不会变得冷漠？有好几位观众说，修习觉察之后心境确实稳定了，但感觉跟家人的关系好像变远了，产生了一种不想进入对方世界的感觉。甚至有人问，修行是不是会让人丧失人性？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因为它触碰到了修行最容易走偏的地方。如果你修完之后变成了一个情感绝缘体，别人的喜怒哀乐都激不起你任何波澜，那你修的不是心，你修的是一堵墙。你没有超越情绪，你是把情绪的入口焊死了。这不是觉醒，这是麻木。真正修好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我给你分享我自己的体会。3个词：自洽、他洽、适洽。自洽是你跟自己的关系到位了，你的内在叙事不再自相矛盾，不再一边骂自己不够好，一边假装无所谓。你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自己不是谁。你不需要从任何外部渠道获取身份认证。你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是舒服的，不需要用刷手机、看剧、社交来填补什么空洞。你和他人相处的时候也不会表里不如一，
不会为了让他人感到舒适而委屈自己。它恰是你跟他人的关系到位了，别人在你身边的时候是放松的，可以无忧无虑的做他们自己，不用担心说错话，不用担心穿着不得体，不被社交礼仪束缚。为什么？因为你不评判他们，你不给别人贴标签，也不期待别人符合你脑子里那个应该怎样的模型。一个不再伪装的人，会让身边的人也卸下面具。这不是什么高深的法门，这就是能量场的自然传导。你放松了，空气就放松了。是恰是你跟整个世界的关系到位了，你和这个环境之间形成了一种自然的流动，不抗拒，不执着。用佛家的话说，就是无所住。你做事，但不粘在结果上；你帮人，但不需要别人感恩；你活着，但不被活着这件事本身绑架。你对这个世界是打开的，不是因为你不在乎，恰恰是因为你在乎到不需要证明自己在乎。你看这三层递进，自洽、他洽、是洽，跟你打不打坐没有任何关系，跟你有没有皈依也没有关系，它只跟一件事有关，你的认知操作系统到底升级到了什么版本。这就是我所追求的状态。我通过大量的理论学习，把佛学当哲学来研究，把意识当认知科学来研究，再加上对生活方方面面不间断的反思总结，我慢慢建构了一套自己的认知操作系统。这套系统不是从任何一个教派拿来的，它是从科学里拿了一些，从佛学里拿了一些，从哲学里又拿了一些，然后在真实生活里反复调试，跑了无数次压力测试之后，逐渐稳定下来的。它当然不完美，它有很多漏洞，有很多我还没意识到的默认程序在暗中运行，但我觉得这恰恰是关键。这套系统不需要完美，它需要的是保持开放，保持可修改。一旦你觉得我的系统已经很完善了，不需要再动了，那一刻你的修行就停了，因为你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执着，对自己已经够好了的执着。所以我现在的理解是，修行不是修到一个终点，而是保持在修的状态里。终点一旦出现，它就变成了新的障碍。佛陀说过4个字，以自为舟，以自己为岛屿，以法为灯。这话我越来越觉得，他不是在叫你离群索居，不是叫你去找一个没人的地方自己悟。他说的是，你的修行最终没有人能替你做，再好的老师只能给你指个方向，路得你自己走，系统得你自己调。蒲团可以是道场，办公室也可以是道场，菜市场也可以是道场。关键不在于你坐在哪里，而在于你的觉察有没有在运行。所以回到今天的标题，不打坐不出家，凭什么说在修行？我的回答是，如果你每天都在有意识地审视自己的认知模型，如果你在每一次情绪升起的瞬间都试着按一下暂停键，看看那个默认程序到底在做什么，如果你在每一段关系里都在练习不贴标签，那你就已经在修行了。你修的不是来世，你修的是此刻。你修的不是成佛，你修的是做一个更通透的人，通透到你自己不再挡住光。但我也想诚实的补一句，这套基于认知重构的修行路径，它有一个天然的局限。它很擅长让你看清我在运行什么程序，但它不一定能告诉你谁在运行这些程序。理性可以帮你拆掉很多虚假的框架，但拆到最后，你会发现还剩下一个正在拆框架的那个人。他是谁？他也是框架吗？如果他也是框架，那是谁在拆他？可能这就是佛陀说的无我吧。这个问题我还没想清楚，也许永远也想不清楚，也许想不清楚本身就是某种答案。你怎么看？你的修行起点是什么？是一本书，一个人，还是一次彻底的崩溃？评论区聊聊，我想听你们的故事。我是王立杰，我们下期见。